杀神、战神、武安君，你会如何称呼他呢？公元前260年那夜，他用46万赵军降卒的尸堆填满了一条山谷裂缝，赵卒们深夜被刀斧驱赶，以1000人为阵，被推入深坑。哭嚎声中，黄土倾泻而下，剑雨横扫，攀爬者被射成刺猬，刀刃劈砍骨肉，血水渗入黄土。不想要杀，降了还要杀。而他白起只留给世人一句话：赵卒反复，非尽杀之，恐为乱。你以为这就是他最恐怖的手段了吗？太小看他了。一阙斩首24万，魏韩跪献河西，燕影密闭30万，楚王宫阙付之一炬，华阳屠城13万，三晋肝胆俱裂，及至长平坑杀45万。六国最后一丝血勇终化齑粉，战国200万阵亡将士，半数头颅皆是滚落于武安君帅旗之下。有人说他是索命人屠，六国梦魇，只有我笑而不语。历代将相，杀的人比他还少吗？白起一生征战37年，却无一败绩，斩首近100万，拔城70余座。他携大秦虎狼之师，杀得山东六国瑟瑟发抖，不以抢地盘为目标，而是战必全歼。我是白起的知己了，27年，我为他掌灯磨剑，传令斩服。今日且将武安君真容说与诸君。白起又名公孙起，出身贫贱的他，自幼就沉默寡言，隐忍果断。少年时痴迷兵书，常常独自一人模拟排兵布阵。公元前294年，眉县平民出生的白起，以百夫长之职踏入军旅。彼时，秦国正值商鞅变法后的强军时代，白起在秦昭襄王军功授爵的铁律下，凭借一场场血腥搏杀，迅速崛起。他首次独立领兵攻韩，以闪电战术拔城5座，斩首8000，首战即令敌国胆寒。秦昭襄王惊叹：此子用兵如猛虎噬羊。此后10年，白起率军横扫魏韩腹地，将黄河以西尽收秦土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我被招入白起麾下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，有些人天生就是为战场而生的。公元前293年，魏韩联军24万屯兵伊阙，铁盾如墙，遮天蔽日。当时由韩魏为代表的5国联军一致抗秦，企图扼守秦国，东进咽喉。此时的白起处境艰难，史书有秦军兵力不及联军一半的记载。然而，善战的白起敏锐察觉到，韩魏两军各有私心，谁都不愿当先锋，谁也不愿第一个冲锋陷阵。甚至他仅凭借联军统帅公孙喜的一个举动，就准确判断出了联军的进攻路线。当夜子时，他亲率10万秦军夜靠山隘，轻骑如鬼火游弋，虚晃韩军大营。主力却如暗夜毒蛇，突然绕后突袭魏军侧翼。当公孙喜的帅旗在峡谷中被砍倒时，魏军才惊觉退路已断。白起横剑立马于山巅，断鹤声震山谷，韩赵军皆斩杀。此一斩首24万，俘虏魏将公孙喜，韩魏精锐尽丧。战国策记载，伊阙血流飘落，韩魏君臣闻白起名，夜不能寐。此战终结了魏国100年霸权，更让白起获封大良造，跻身战国顶级名将之列。第2年，听说白起又要出兵，魏王吓得当场腿软，61座城池拱手相送。之后，魏国不断被秦国蚕食吞并了，至此，韩魏两国的强国气势荡然无存。而后，秦国的兵锋直指野心勃勃的楚国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白起多次进攻楚国，直接将楚国打得一蹶不振，失去战斗力。如果伊阙之战让白起初露锋芒，那阴影之战更是让他威震四方。公元前279年，白起剑指楚国鄢城，
楚地燕城坚如铁柱，楚人倚仗西山长谷水，笑看秦军望城兴叹。面对坚城深渠，秦军一时很难啃下这块硬骨头。就在楚军觉得终于能守住城池之时，白起想到了一条最狠的策略。他下令决水攻城，他命令士兵在燕城上游筑坝拦水，待水位蓄积到一定高度后，又突然决堤放水。滔滔洪水如万马奔腾，汹涌而下，直奔燕城而来。次日辰时，西山长谷水冲垮城墙30丈，溺毙军民40万。他策马立于高地，看着浮尸堵塞河道，突然扬鞭指向哭喊的楚民，放火箭，烧粮仓，火光照亮他半边脸。300架秦弩齐射，焚毁粮仓18座。那夜，我率队屠尽西城残兵，燕城被攻破后，楚国的首都几近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城池。而后，白起为扩大战果，率秦军穿插到楚军心脏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攻占楚国郢都，烧毁楚国先王陵墓，毁其意志。楚王不战而逃，被迫迁都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78年。白起仅用一次战役，不单单将楚国打怕了，更是极大打击了其他5国的野心。之后，秦国在郢地设立南郡，白起封武安君，从此战神名号无人匹敌。在几年的时间里，白起连续挫败韩赵魏3国，歼灭敌军20余万，威震天下，以至于无人敢应战。很快，白起就迎来了他的封神名场面，也是他最有争议的一次作战。有人称赞他是后世将领的楷模，也有人唾骂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这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长平之战。公元前260年，秦赵长平对峙进入第3年，白起秘密接替王和，以反间计诱使赵括倾巢出击。他佯败后退50里，将40万赵军引入代行山谷，再派2万骑兵截断粮道。赵括小儿只会纸上谈兵，被困46天的赵军被迫投降。之后，白起却下达了战国史上最骇人的命令，坑杀降卒40万。令旗一挥，秦军刀斧齐落，箭矢纷飞。箭雨覆盖尸坑时，他却在300步外精准射杀攀爬的赵族。弓弦震响的瞬间，45万具尸体已填平10里山谷。此战耗尽秦军箭矢43万支，斩马刀崩口700余柄。而后唯有240名右卒被遣返，此举非因弑杀，而是他白起深谙赵国青壮尽丧，则百年难复的灭国逻辑。白起深知赵人生性团结，一旦放回顷刻间，又是能战之师。只有灭其有生力量，夺其亮剑之心，方可以武力远图。但此战彻底摧毁山东6国抗秦意志，为秦始皇统一奠定基石。公元前257年，秦攻邯郸不利，白起拒不出征，言今非其时，必败。几个月后，秦昭襄王打算派王陵攻打邯郸，白起闻讯后极力劝阻。他知道此刻的赵国就像一条饥肠辘辘的狼，这个时候攻打邯郸会腹背受敌。果然，秦军惨败，秦昭王无奈之下亲自去请白起出山，然白起婉拒。公元前257年，秦昭襄王强令病重的白起攻召邯郸，这位一生未尝败绩的统帅罕见抗命。邯郸实为一攻，诸侯救兵日至，秦虽胜，伤亡必半。3个月后，秦军果然伤亡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秦昭襄王恼羞成怒，认为是白起不愿出征，延误战事，才最终导致大败。加之范雎趁机进谗，于是秦王下令赐死白起于杜有。白起仰天悲笑，我故当死。长平之战，赵族降者数10万，我诈而进坑之，是足以死。言毕，引剑自刎，血色浸染大秦风旗，世家唏嘘。战神可
破百万雄师，却难逃庙堂权谋。白起37年征战拔城70余座，歼敌近100万，占战国总阵亡人数半数。他开创的歼灭战思想，将战争从争城夺地升级为灭国绝嗣。白起的这种手段确实很残忍，但不得不说，在纷乱的战国时代也确实很有效。至少那些被白起征服的地方，后来基本上就没怎么发生过叛乱，因为白起征服的地方人都被杀得差不多了，后来的人都是秦国在战后移民过去的，自然不会造反了。司马迁评白起，用兵料敌河变，出奇无穷，声震天下。朱熹评白起之阔，虽桀纣犹不为。毛泽东却言，论打歼灭战，1000载之下无人出其右，秦王为100年基业，白起为秦国天下一统，只能说罪当代，功千秋。